嗨，欢迎回来，我是绿子。买 OLED 萤幕送笔电这个系列，我们已经连做了3年，主轴就是在选择顶级萤幕的前提之下，各方面规格 OK、效能 OK、价格也 OK 的笔电。前面我们已经开箱过了14寸的 VivoBook S 14X OLED， 以及16寸的 VivoBook Pro 16 OLED， 都是蛮适合学生和创作需求入手的平价机种。而今年我们选择的这一台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前2年都是萤幕优先、效能次之的选择，而今年我们希望可以稍微拉高效能表现，更符合更重 loading 的学生创作需求。但是萤幕同样维持 OLED， 并且表现也要维持在高水准之上，更不用说今年的创作笔电肯定也要 AI 一下啦。所以今天要开箱的机器也到手了，就是在我手上的2024款 VivoBook Pro 15 OLED。我们首先还是先来看规格，在萤幕上，这台采用的是一块15.6寸，解析度达到2880×1620，官方叫做 3K 的萤幕，并且是拥有120Hz 高萤幕更新率的 OLED， 可以完整覆盖100%的 DCI-P3 广色域。不过重点是效能啊，这是一台统一搭载今年 Core Ultra 系列最顶的 Ultra Night 处理器 185H 的机种。Core Ultra 系列也就是 Intel 内线 NPU 的 AI 处理器，并且显卡也有4050和4060两种规格选择。然后重点来了，在 Dynamic Boost 之下的最高瓦数都达到了110瓦。没错，眼尖的朋友应该已经看到亮点了。我们都知道4050、4060、4070因为有电压强的限制，所以效能上的甜蜜点大概就是100到105瓦左右，而110瓦几乎就已经是满血表现的意思了。但是110瓦的好处是什么？用白话文来说，就是在高效能的前提下，依旧可以尽量做到轻薄。以我们手上的这台 RTX 4060版本的 VivoBook Pro 15 OLED 重量实测来说，15.6寸的笔电重量只有1.8公斤，没错，是1.8公斤啊！以15.6寸的效能笔电来说，这个重量真的舒服。看回规格，还有一个小亮点，就是今年的 SSD 都预设给到了1TB， 去年那台都是512GB， 并且重点来了，这2台的官方价格也比去年介绍的 VivoBook Pro 16 OLED 都再便宜了5000左右，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今年会想选这台机器。整体的规格配置都偏向实用取向。总之，究竟 VivoBook Pro 15 OLED 的整体表现如何，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今年的 VivoBook Pro 15 OLED 在整机的设计 ID 上做了蛮多调整，我觉得今年这台的 C 面质感真的不错啊！你看这个工整的巧克力键盘，并且这个跳色也跳得很漂亮。我手上的伯爵灰版本质感真的不错。今年 A 面也有改动，同样采用金属上盖设计，不过今年不再是凸起的金属名牌，而是淡淡的印上了 ASUS VivoBook 的 logo。并且这个 logo 也换成了新版设计，整体的设计也从过往相对年轻活泼的 VivoBook 摇身成简约质感风。而在 L 上也是我选它的原因之一，因为给的非常充裕。首先看到右侧提供了包括电源输入孔，以及一个弹簧开孔设计的 RJ45 网路孔，一个 HDMI 2.1， 经过我们实测，这是18 Gbps 的接孔，所以最高只能输出 4K 60的画面。接着是一个 USB-A 以及2个 USB-C。第一个 C 孔是 Thunderbolt 4，最高可以达到40 Gbps 的接孔。第二个则是 USB 3.2 Gen 2的规格，可以达到10 Gbps 的传输。这2个 C 孔也都可以支援 DP 影像输出，以及最高 PD 100瓦的充电协议。所以出门文书的话，就不用带大颗的变压器了，带小尺寸的 PD 就很够用。最后还有一个 3.5mm 音讯接孔。左边这边还有一个 USB-A 以及读取速度快的常规尺寸 SD 读卡机。常规尺寸对于创作者拉影片、拉照片都非常实用好用，并且这还是 SD 4.0， 最高可以达到312 MB/s 的高速读卡机啊！可以看到接孔数量非常充足，2个 USB-A、2个 USB-C、HDMI 2.1、RJ45， 甚至全尺寸读卡机几乎是想要的都有了。这也是我说这台实用的原因之一啊，没有故意塞 USB 2.0 凑数量，并且去年我们也说希望 SD 卡可以做全尺寸。今年也做到了，不错。而在重量上，帮你实测 VivoBook Pro 15 OLED 单机只有1.8公斤，这个数字真的漂亮。加上原厂充电器后，大概都在2.4公斤左右。以110瓦显卡瓦数的15.6寸笔电来说，这个重量完全给过。不过出门文书，我是建议带一颗100瓦的氮化镓，其实就很够用了。而在转轴上，上盖同样可以用单手开合，并且可以达到180度的开合角度。打开后，我们看到 B 面，第一眼，是不是没有发现？实际上，这是一台采用16:9萤幕比例的笔电呢。不过看着没有那么别扭的原因也很简单 ，VivoBook Pro 15 OLED 并没有因为16:9就留了一大块黑下巴，
而是把机身尺寸缩窄，所以实测下来，15 OLED 在合起来之下，也比一般16寸笔电更窄了1到2公分左右，整体会更加紧凑，并且事实上，这个尺寸也完全塞不下16寸16:10的萤幕啦，所以是真真实实更小台的。我觉得也是因为如此 ，VivoBook Pro 15 OLED 的重量控制也变得更漂亮。不过我私心还是希望可以上16:10的萤幕，虽然说15.6寸不会因为16:9显得萤幕太小，基本上文书、修图、剪片其实都没有太大问题。但是16:10对于有多轨需求的创作者来说，还是更加实用啊。所以看回来 ，VivoBook Pro 15 OLED 采用的是主流的窄边框设计，顶部拥有视讯镜头以及这次新增的感应 sensor， 并且也有实体镜头滑盖的设计，可以物理性的保护个人隐私。关上后也会出现 VivoBook 经典的橘色点点。不过总觉得 VivoBook 未来也可以考虑玻璃面板，或是把 sensor 这一整段作为整块的饰片设计，会比现在的一体性好很多啦。底部则是还有一个 VivoBook Pro 的 logo。不过说回来，也因为有这些 sensor 的加入，今年的 VivoBook Pro 15 OLED 不只可以做到自动调整萤幕亮度的功能，这边顺便提一下，用来创作设计的朋友，我建议斟酌开启自动亮度和色彩。因为创作者会有色彩惯性的问题，如果一直跳来跳去，反而有可能失准。建议创作时就把它给关掉。说回来，重点是这些 sensor 也做到了智慧感应的一系列功能，例如当我离开，自动关闭萤幕，这样去上厕所就不怕有人偷看了。如果你不想要关闭萤幕的话，也可以单纯就把萤幕变暗，省电就好。并且它也可以做到当我靠近时自动唤醒装置，也就是当你回来的时候，萤幕就自动打开了。然后上面这个镜头也整合了 Windows Hello 脸部辨识码，所以也就顺便解锁啦。接着就是这次最大的亮点啦 ，VivoBook Pro 15 OLED 同样搭载了一块非常漂亮的15.6寸2880×1620解析度，官方叫做 3K 的 OLED 亮面萤幕，并且拥有120Hz 的高萤幕更新率。第一眼的观感就是显色漂亮、明亮通透。华硕家的 OLED 也已经很成熟了，所以直接看实测表现就好。在显示效果上 ，VivoBook Pro 15 OLED 在 MyASUS 当中总共提供了4档的显示设定，包括预设的原生、sRGB、DCI P3 以及 Display P3 4种显示模式。经过帮你实测，在原生模式之下，同样就是把色域撑满的设定档，可以达到100%的 sRGB、95.1% 的 Adobe RGB 以及99.6%的 DCI P3 色域覆盖。在色域覆盖上，就是 OLED 的顶级表现。而在色准部分，我们就透过 MyASUS 调整到对应的色域模式。首先来测 sRGB 模式下，可以达到100%的色域覆盖，色准非常强啊！色彩平均Delta E只有 1.02， 这个数字小于2就是够准的意思 ，1.02 就是非常优秀的意思啦。最大Delta E也只有 2.2， 色准完全过关。而在 DCI P3 模式下，同样可以达到100%的色域覆盖，色彩平均Delta E也只有 1.12， 非常优秀。而在 Display P3 模式下，有些人习惯叫做 D65 P3， 达到100%的色域覆盖，Delta E也超准，只有 1.06 的表现。整体来说 ，VivoBook Pro 15 OLED 的色域色准完全过关。这2年华硕采用的 OLED 机种在显示效果上，真的可以说是最不用担心的一块，并且内建了3档色彩描述档，对于影像工作来说非常方便。但也敲碗，未来也会有 Adobe RGB 的内建描述档可以选择。而在亮度表现上，最大亮度可以达到400尼特左右，而在播放 HDR 内容时，更可以解放到665尼特的峰值亮度，并且即使是在49%的显示面积下，也还可以撑出630尼特以上的亮度表现。在100%显示面积下，则可以达到430尼特左右，亮度表现也达标，并且这块幕也拥有 VESA Display HDR True Black 600的认证，帮大家实测可以成功串流 Netflix 的 Dolby Vision 杜比世界的 HDR 影像。并且同时可以点灯 Dolby Atmos 杜比全景声。同时 OLED 也拥有 0.2 ms 低延迟以及低有害蓝光的天生优势。如果你想要进一步了解 OLED 的低延迟和低蓝光到底代表什么，我们在去年 VivoBook Pro 16 OLED 这支影片也有透过仪器详细测量波长的实际差异。等一下节目结束后可以过去看看啦。此外，华硕在 OLED 萤幕保护上还是做的比较完整的。大家可以在华硕的 MyASUS 应用程式里找到 ASUS OLED Care 的设定选项，开启像素重新整理、隐藏工序列和透明度调整3个选项，进一步避免烙印。并且像素位移现在已经变成预设开启的选项，无法调整。滑下来这边也有低亮度防闪烁的选项，推荐眼睛比较敏感的朋友一定要开启，萤幕用起来也会比较舒服。而在外放上 ，VivoBook Pro 15 OLED 采用的是有 Harman Kardon 认证的立体声喇叭，并且支援 Dolby Atmos，
不过我们有发现，在开启 Dolby Atmos 并且选择音乐模式下，低频、鼓点会有失真的问题。建议现阶段可以先调整成动态模式，就会有明显改善。这组喇叭实测最大音量落在89分贝左右，片尾也会提供外放收音让大家参考。接着我们看到 C 面，配置还是大家熟悉的 VivoBook， 不过今年这组键盘明显更加方正工整，并且敲击手感回馈都不错。键程是 1.4mm， 回馈 Q 弹但不硬，属于长久文书也舒服的手感，并且相较起过往的橘色跳色，现在的灰黑跳色让整个质感都上来了。我自己是还蛮喜欢的。右侧就保留了大家喜欢的实体数字键，但方向键就是半高设计了，没有惊喜。触控板面积也很足够，大面积触控板就是好用啊。不过这次的触控板采用的不是雾面玻璃，在滑顺度上大概就是常规表现。不过盒装内有直接随附滑鼠就是了。此外，这台的触控板上也有 Dial Pad 设计，往内滑一下就能开启。在系统内，你也可以透过 Dial Pad 调整亮度、调整音量。而如果搭配像是 Photoshop、Premiere 等等创作软体使用，也可以透过 Dial Pad 设定对应的快捷环调整。而在键盘上拥有全区白色背光，上面有一整排的快捷选单，例如开会好用的麦克风关闭按钮。比较特别的是，这次居然有表情符号的快捷键啊，蛮有趣的。以下也提供一段键盘收音给大家参考咯。接着我们就废话不多说，直接进入到效能测试吧。这次帮你测试的是 VivoBook Pro 15 OLED 的顶规版本，整体偏向有影音创作需求的学生族群或是影音创作者定位的机种，并且因为今年的效能释放拉高了一圈，就算拿来偶尔休闲玩玩 3A 大作，110瓦的 RTX 4060也非常够用。接着我们就把机器拆开来看内部细节。打开地面，首先就能看到这一台采用了一大一小的风扇设计。小细节是，因为右侧的风扇较大，开孔势必也会对应调整。地面也有风扇形状的加固金属片。我们手上的版本是采用今年 Intel Core Ultra 系列最顶的 Core Ultra 9处理器 185H， 拥有6个 P Core 加8个 E Core， 总共14核20指令序的架构。并且今年 Core Ultra 系列的一大亮点就是内建了 NPU。从工作管理员里面也可以看到 Intel AI Boost， 这就是藏在 Core Ultra 里面的 NPU。受益于 NPU， 最直接的就是一些需要即时的离线运算，可以更高效率的完成，而且省电。过往视讯会议如果要做到背景模糊，透过 GPU 完成，大概都需要20到30瓦左右的功耗。而你看，微软现在内建的背景模糊就已经可以透过 NPU 运算了，并且重点是功耗也只要5到10瓦就能达成。不过 NPU 的生态目前也才第1年，接着慢慢跟上才会越来越完整。而这台的另一个亮点是显卡。采用的是评价没话说的 RTX 4060笔电显卡，并且最重要的地方是 VivoBook Pro 15 OLED 这次在 Dynamic Boost 之下，最高可以达到110瓦的最大瓦数，意思就是已经达到4060的甜蜜点，除了在跑分软体下会有微小差别，要不然110瓦已经可以推满4060在电压强下的全部效能。另外也有4050的版本可以选择，不过如果是影音编辑、设计用途有预算的话，我还是推荐上4060，效能够用许多。接着看到记忆体部分，这台采用的是 DDR5 8GB Onboard 加单条三星 8GB SODIMM 的设计，而这条 SODIMM 就是可以自己替换的了。官方标示最高容量是总共24GB。储存空间部分就是搭配 WD SM560的 M.2 PCIe 4.0 SSD， 实测循序读写分别都在5019以及3666 MB/s。此外，在画面左侧的这个位置，还有一条 M.2 2280规格的 SSD 扩充空间，入手后可以再自行扩充。网卡上采用的是大家比较喜欢的 Intel AX211 网卡，实测可以连上6 GHz 的 WiFi 6E 网路。而在散热上采用双风扇设计，比较特别的是采用了密度非常高的103片扇叶的风扇。热管也有细节，采用的是3组大热管，旁边这里还有2组小热管，同时把所有供电和 VRAM 的发热点一起覆盖。为了达成120瓦的 TDP， 这次在散热用料上真的都比过往都好。接着就直接带大家来看实际效能表现吧。首先还是先来看游戏，这真的有惊喜到我啊！虽然说 VivoBook Pro 15 OLED 整体还是更偏向影像设计用途、创作者定位，不过我前面也说过了，这是一台在Dynamic Boost之下有110瓦 RTX 4060的笔电，偶尔拿来玩玩游戏也完全可以的。首先 SS30 Mark Time Spy VivoBook Pro 15 OLED 拿下10757分，这个110瓦的4060
也比去年90瓦的4060快上了20%，并且最重要的地方来了，这张满血4060也已经比90瓦的3080 Ti 更快。这也是为什么一直跟大家说，现在真的建议直上40系列啊。并且最棒的是，今年华硕同样在 VivoBook Pro 主 OLED 上保留了 Max 独显直连的开关。透过独显直连，不止颜值会更低，对提升 FPS 也非常简单有效。透过买 ASUS 就能简单开启。这边简单跑一下压力测试 ，3D Mark 20轮，稳定性达到96%，全程 GPU 平均温度78度左右，而 CPU 只是控在70度。实际测量机身温度，最高温落在出风口，达到47.2度。在键盘按压区域温度略高，中心大约落在41.7度，两侧则控制的还不错，大约落在32度上下。接着，虽然说就是一台创作机种，但是这个效能不拿来跑一下游戏真的太可惜了，所以也来简单测一下游戏表现啦。首先，我们直接来看笔电端效能测试指标 Cyberpunk 2077，这边简单对比110瓦和90瓦的4060到底差多少。首先 ，SF Full HD 极高画质，在不开启 DLSS 之下，90瓦的4060平均就有49.87帧的表现，而这时候110瓦的 VivoBook Pro 主 OLED 已经来到非常顺的平均83帧。而如果是 loading 更重的情况下，我们开启光追，测 Full HD 极高光追，一样不开 DLSS，90瓦的4060平均更是只有18.9帧，也就是电影级帧率。而这时候 VivoBook Pro 则是可以达到平均65.95帧的表现。相信大家应该都有清楚的看出差异了，在游戏上瓦数的差异真的是比较明显，尤其在 loading 边缘又开启光追的情况下，差异也就跟着更大。另一方面，也不只是看显卡瓦数的差异，还要看整体的解热能力，要不然 CPU 不断在跟显卡抢电，根本也无法发挥90瓦的实力。这也是为什么这一台真的有惊喜到我的原因，这真的不是一台创作机种的常态表现啊。这边也稍微聊一下，常规的创作机种通常会设定在较低的瓦数，因为在大多数的创作软体当中，酷大的规模会非常明显的影响 GPU 加速的表现，反而瓦数对创作软体的表现相对影响较低。像是邦尼直接帮大家实测 VivoBook Pro 主 OLED 在 Premiere Pro 当中的表现，我们设计了一段针对一般 YouTube 4K 影片需求的测试，采用的是总长10分钟的4K 原片，并且经过简单的调色及混音，最后进行4K 输出。可以看到 VivoBook Pro 主 OLED 花了249秒完成输出，这个表现几乎跟90瓦的4060没有太大差异，所以这也是创作机种通常在瓦数设定上相对保守的原因，所以我才说这台真的有惊喜到我。思路我也很喜欢，整机才 1.8公斤，但是瓦数又给的充足，能文能武，能剪片又能玩游戏，真的不错。接着就来测几款游戏，像是 CS2 在 Full HD 高画质下，平均可以达到148.1帧。Forza 5在 2K 超高画质之下，不开 DLSS 就有90帧的表现，打开 DLSS 平均101帧。再开启帧数生成可以达到119帧，2K 完全顺跑没有问题。而如果要开启光追，建议选 Full HD 极端高光追，不开 DLSS 平均就98帧。开启 DLSS 加帧数生成，平均103帧。其实不用开 DLSS 就非常顺了。接着测鬼线东京，不开光追之下，直接选 2K 最高的电影级画质，平均66.9帧。开启 DLSS 之后，更是可以达到平均119帧。如果要开启光追，建议选 Full HD 电影级高光追，平均55.3帧。开启 DLSS 平均104.5帧。接着战神 Full HD 高画质，平均86.6帧，完全不用 DLSS 就非常顺了。而在 2K 高画质之下，不开 DLSS 也就有平均65帧。开启后平均96帧。最后 Cyberpunk 2077这边加测 2K 高画质再开光追之下的表现，平均49帧。开启 DLSS 之后，平均97.1帧，再开启帧数生成，直接来到平均108帧。总之，这台的游戏也没什么问题 ，Full HD 和 2K 只要开启 DLSS 都是顺玩就 OK 了。续航力部分 ，VivoBook Pro 主 OLED 采用75瓦时的电池，常规尺寸不算特别大，不过在日常的文书续航上也 OK。在 PC Mark 10现在办公的电池续航力测试中，最终拿下10小时5分的成绩，在续航力表现上，以效能笔电来说是很不错的。如果是在外文书使用，我自己用下来，在显卡省电模式下，比较重度的文书也有7到8小时以上的表现。所以在外文书的话，搭配一颗小尺寸的100瓦 PD 充电器就完全够用了。而在充电测试中，帮您使用原厂随附的200瓦充电器实测，半小时就能充了57%。
1个小时充满91%，最后10%则是进入慢速充电保护电池，完整充满耗时1小时42分。整体来说，这台的效能表现真的是超乎原先的期待。如果你在找的是创作取向，又想要有顶级 OLED 屏幕，同时又可以创作又可以游戏的笔电，这台真的有惊喜到我。我觉得目前唯一只剩下华硕赶快推个 OTA， 解决喇叭低频失真的问题。另外，在触控板上 ，ASUS 也保留了创作者系列的 Dial Pad 绘图旋钮的设计，侧边又有全尺寸的 SD 卡槽，接孔也很充足。同时，处理器也是用上了今年 Intel AI PC 系列最顶的 Ultra Night 处理器 185H。最后，我讲一个我个人私心的期待，今年这台是真的不错，但如果明年的 VivoBook Pro 也上了玻璃萤幕，加上抗反射处理，然后又恰恰换成了16:10萤幕，重量还是控制在1.8公斤上下，这个要求会不会太过分了？但是华硕，如果你真的做到了，那真的是没话说，到时候一定大力公开表扬，温情喊话，老板，这组 PM 和 RD 真的都要加鸡腿。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